王爷，姑娘是对龙凤胎，女婴体弱，估计活不成，该怎么处置？剁碎了喂狗。为什么？云川，你怎么忍心残害我们的孩子？虎毒少姐不识子呀！江之月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得好死！新婚当夜，你已非完毕。若不是因为将军府兵权，本王又岂会娶你这残花败柳？腹中还怀了野种，本王岂能容你乱我皇家血脉？结婚之夜没有？难道那个人不是宁云川？怎么会？姐姐，你莫要怪王爷心狠，谁叫你生性放荡不知收敛，还给王爷戴了绿帽子？姐姐莫不是忘了破庙中与人如何欢好？是你塞进我，天了！王爷救我！贱人！一剑刺下。王爷，宫中急召。王爷尽管放心入宫，这里知月会处理好的。你竟敢伤了我的脸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一双儿女是被怎样折磨致死。把准备好的毒药端上来。不要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姑娘，这女婴没气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扔了，将男婴带到我院中继续。孩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什么孩子？他不是死于实验室爆炸了吗？还不待他回神，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。原来他重生到了同名同姓的将军府嫡女江穗婉身上。从小不习武艺，反而喜欢研习医术，意外救了外出重伤的云王宁云川。圣上赐婚，不曾想大婚之夜被堂妹设计送到郊外破庙，被破了身，又送回新房。婚后宁云川从未对他红过脸，细心呵护他，便把真心交付出去。直到今夜才看透了两人的真面目，却死于非命。整理清了思绪的江穗婉，21世纪的空间也随他而来。我会为你们主仆报仇，安心的去吧。转身抱起被扔在地上面色青紫的女婴，还有呼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救命啊！有个爷，找到小世子了。属下等赶到时已晚，小世子已被他们灌了7、8种毒药，危在旦夕。他也是本王的骨肉。根据暗线消息，云王妃怀的是龙凤胎，只是属下等赶到时太晚，云王妃已遇害，就连小郡主也未能幸免。百丈，到天之要将上侯老头抓来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云王妃被剖腹取子，血尽而亡。安排人将云王私自买卖官职、收敛钱财一事捅到父皇面前。明日我要听到整个云王府被烧为灰烬的消息。4年后，这株是龙葵，咦，还有金线莲，这可是素有药王之称的好药，娘亲见了一定高兴。听说了吗？江大将军来信了，说是派人来接姑娘与小小姐去京城呢。白云姐姐，是真的吗？小小姐！嘻嘻，娘亲，看，拿到金线莲了。我之前说过什么？你可曾记得？知道，不许小凤儿去高处，会摔了胳膊断了腿的。可不是有娘亲吗？娘亲可是江湖鼎鼎有名的鬼手啊，有娘亲在，小凤儿才不怕。娘亲，我们真的要去找外公了吗？小凤儿真的好想外公。4年了，是该回去了。1年前，原主父亲江大将军被敌军下毒暗害加偷袭，重伤垂死，被江穗婉机缘巧合救下。江大将军对他一见如故，便将其收为义女。世人皆知云王妃生产之际无意失火被烧死，江穗婉自然不会揭露自己的身份。去收拾东西，明日启程。多一刻，娘亲可不得你。白云绿柳不许帮他。宁云川、江之月，你们准备好还债了吗？姑娘，莫怕，看来有些人并不想我们回到将军府，照顾好小凤儿。顷刻间，杀人的变成被杀的，仅留2个活口。就在这时，钻出一个小小的身影，跳上了江穗婉的马车。小世子，那不是回城的路，你莫要再乱跑了。紧接着，又是一波刺客悄然现身，将跟在小世子身后的丫鬟婆子尽数斩杀，眼露杀气的逼近马车。这些人还真是阴魂不散，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嘿，
小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外面很危险。放手！我要去找我娘亲。想死的话尽管下来。他手中微微用力，黑金锁缠住死士的脖颈，瞬间脖颈便被勒断。誉王之子的人在马车上，背后的人可是说了，谁能取得誉王之子的人头，赏黄金万两。誉王之子，谁不知道誉王宁衍权势滔天，宠子如命，为了照顾孩子，甘愿放弃手中兵权。这要是在他们马车上出了事，他们绝对会被誉王切成几百块，死得不要不要的。乔小姐，小凤儿，不要！眼见两个小孩危在旦夕，一支箭矢划破长空而来。是誉王。娘亲，小凤儿，不要看。娘亲，他的心底涌上难以控制的酸涩，仿佛心口也被人捅了一刀般格外的疼。姑娘，我们快走吧，去将军府避避风头。这也太瘆人了。不去将军府，我们去誉王府。什么？姑娘怎么会想去誉王府？出了这事儿，我们躲都来不及。今日之事纷杂难辨，且不说先前那波刺客，小世子从我们马车中被掳走也难辞其咎。躲着，难道誉王就不会迁怒了吗？何必要再连累一个将军府？白云绿柳，我在京都东郊有处院子，进城后你们到那儿等我，照顾好小凤儿。娘亲，你要救那个冒失鬼，不倒霉鬼吗？我要和娘亲在一起。小凤儿难道不相信娘亲吗？娘亲可是鬼手神医呢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要听白云绿柳姐姐的话，等娘亲回家，我们再一起去找外公。我才不要离开娘亲呢。誉王府，王爷这是何意？我儿活，你们活；我儿死，你们亦死。不是我们不救，许世子情况危急，若不拔剑，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若是拔剑，性命也不一定能保。况且怪医大人并不主张拔刀。许世子积毒未清，一向体弱，本就损了心脉，此次受伤更是离心脉极近，贸然拔剑只会让他更危险。阿许正在受折磨，你们也休想好过。启禀王爷，府外有位女子求见，说亲眼见到世子受伤经过，有办法救世子。不见。娘亲，本王还未去寻你麻烦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王不知马车上你如何蛊惑阿许的，他既然唤你一声娘亲，你便要担得起母子同体、一允俱损的责任。这什么混蛋逻辑？带我去世子，我能救你，我再耽搁下去，反而会害得他身中剧毒，死行不下去。3根银针同时朝宁衍手上的穴道扎去，宁衍只感觉手腕微麻。我不是奸细，也不是刺客，小世子的毒是我看出来，为他素昧平生，不会害他。我不仅可以拔剑，还能替他解毒。你有没有听过鬼手神医？我就是。你以为本王会信？休想！你个多疑的疯子，你会害了小世子的。他隐隐生出一旦小世子死了，他会后悔莫及的感觉。你在做什么？小团子受到惊吓，啪嗒一声从墙头摔了下来。听他们说你把我娘亲关起来了，她是来给小岛哥哥治伤的。娘亲医术很厉害的，你听说过鬼手吗？大胆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娘亲曾在云中帮一个怀孕8年未产的阿婶做剖腹手术，里面的根本不是孩子，而是一个肉瘤，这么大。那个阿婶现在还好好的，不信你可以调查。我娘亲腹部受过很严重的伤，也是她给缝合的，还有我中的毒也是娘亲解的。你中过毒？是啊，娘亲说我运气不好，刚出生就被坏人。哎呀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让上侯给他诊脉，看是否中过毒。如果这对母女胆敢骗我，爷，情况是那小娃娃虽有余毒，却2年没发作过了，你快将他娘亲放出来。小姑娘的毒也蹊跷，竟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，中毒时间也与世子差不多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许世子每3月毒发一次，小姑娘却2年未发作。你的腿，你是装的？你又发什么疯？你儿子正在生死关头，你却有时间想这些龌龊的事？你还配不配做一个父亲？看清他白皙平坦小腹上的疤痕，的确有被缝合的痕迹。又往姜穗丸脸上摸去，左扯扯右拧拧，确定不是人皮面具。刚要收手，便被身上的人满目凶狠地咬住。说你是谁？处心积虑来誉王府有何目的？这张脸不是假的，负责暗线的白鹰
像见过那个女人，说过是，我怎么没认出？那个女人4年前已经死了，同样的毒，同样的中毒时间，不是巧合就是处心积虑。又来了，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喜怒无常！我要真有害人之心，就应该放任不管，让你儿子死了，天涯海角。你以为你当真那么容易能找到我？本王姑且信你一次，说阿旭有事，第一个死的是你女儿。别动我女儿，你伤她1分，必定还你10分。白茶，带她给阿旭医治。我为许世子拔剑时，不希望任何人打扰。我说的是任何人，包括你。从黑蛇镯空间里掏出各种医用器材，开始给宁许做手术。江姑娘，我家世子可是没事了。上面有剂量与服用方法，该注意的我都标注了，记得按时服用。晕倒的江穗婉已被来人搂在了怀中。爷，你受伤了，属下这就去宫中请女医。别走，别动！你为何要来誉王府？有什么目的？让我看看你抹的药。大胆！我乃女医医手，你在质疑什么？若不是誉王，你以为凭什么能请到我？你大胆！你可知我家小姐什么身份？她给你医治是你莫大的福分，你竟这般不识好歹，还扔了她的药。娘亲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哪里来的野娃娃？你们为何要毒害我娘亲？瓷瓶里的药只会让她伤口溃烂越来越严重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一个小娃娃懂什么？不是有人教唆你的？誉王，我家小姐身为国公府嫡女，身份何等高贵，岂是旁人能随便冤枉的？人是你请到府中的，受了委屈，你可得给个交代。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人欺负娘亲的，不止你欺负的，连别人都在欺负的，大坏蛋！知不知道那女人给他上的药添了扶阳花，里面还有血之后，扶阳花会让伤口溃烂，之后会让伤口大出血，他安的什么心？够了没有？王爷，我想可能有什么误会，什么扶阳花、血之后，我从未听说过。小凤儿从小跟着我打理药铺，她所认识的草药能写一本书。你不要说你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。誉王若是不信，大可请观音上侯前来鉴别。宋蓉蓉身边的嬷嬷便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医女宋蓉蓉尖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白月，将人送回国公府女医院，她也不必回。江穗婉及时捂住了小团子的眼睛，没有让他看到这一幕。这般喜怒无常的人，还是远离的好。王爷不必再请医，民女只怕是无福消受。还有，请王爷收敛一些，我女儿胆子小，经不起吓。你确定？还请誉王派人将这儿打扫干净。这几日我会按时替小世子换药，待他痊愈，我自会带着小凤儿离开。你这样看他，本王会以为你对他有意思，又或者孩子是他的。如果我说恨不得拆其骨饮其血，皇爷恐怕也不会信。有事？听闻皇兄府上来了位妙手神医，皇帝想请他为知月诊治。他很忙，阿旭离不开人。活很贵，云王出得起诊金吗？笑话，你尽管诊治便是，本王会付不起诊金吗？那好，云王可知请我诊治需提前预约，100两黄金可提前半月预约。你要我现在上门也行，违约金10倍，药费自理，治不好不退。大胆！不敢，就连誉王殿下都要遵守我的规矩，付了10倍违约金。云王若是没钱，也可以先提前预约，10日后再上门也可。放肆！今日你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本王府上的女医，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庸医罢，不值得本王动肝火。月儿，我为你找鬼手神医来。你得意什么？治不好宁许，本王定上奏父皇，摘你的脑袋。阿旭如何，便不劳你费心了，滚吧。啊，娘亲。许世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娘亲。不怕，你和父王成亲，成了亲就是我娘亲了。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，你乖乖听话。把伤养好了，娘亲是不是觉得父王很冷漠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人其实很好的。闹够了没有？你受伤了，怎么不让人处理？不是有你在吗？这是何物？我自己研究的特效药，你要是怕有毒就别吃，反正伤口感染死的人又不是我。你做什么？与本王成亲，做阿旭的娘亲。本王府中没有侧妃侍妾，你就是唯一的女主人。府事会有管家协助，甚至本王可以养你的孩子，给他京都最优质的一切教育物质，只要你当阿旭的娘亲。他把婚姻当做了什么可以轻易交易的物件？你笑什么？我的条件还不够优越吗？誉王殿下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恩赐？我应该3跪9拜，感激涕零的接受，是不是？誉王殿下只是想给许世子找个娘亲，只要你放话出去，大把的人挤得头破血流也要往上扑，何必盯上我呢？如果我的夫君不是真心爱我的话，那我宁可不要。这狗男人一向喜怒不定，该不会被拒后恼羞成怒？滚吧，别让本王再见到。倘若你敢对阿虚耍什么花样，本王会让你活着比死还难。江姑娘，这是你的枕巾，王爷让我交给你。喂，大哥
子，告诉大坏蛋，下次来我们是要加价。可话未说完，便被江穗婉及时捂住。这要是让内尊煞神听见，还得了？宁许便是宁眼的逆鳞。王爷，恕我直言，那个小丫头所中的毒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。她在府中几天，从未见到发作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有办法。你为何会放他们走？他会回来的，本王会让他心甘情愿的回来。既然我儿子已认你为义女，你们便是姐妹。你有一身好医术，为何不肯替你妹妹医治？她的脸前几年被奸人暗害，久治不愈，便该一荣俱荣。好一个浑水捞鱼的老太太，想要白嫖我的医术，也要看你有没有能耐。老夫人不知，百言母女二人能在这世道生存已是不易，幸得上天善待，有幸习得一身医术，又蒙大将军青睐，收为义女，本该感恩戴德。只是云王妃的脸所需的药材，并非凡俗之物，想要痊愈非其不可，偏偏此物千金难买，万金难得。你胡说！一世子心口的剑无人敢拔，偏偏被你拔了下来，还安然无恙，分明是你不想给我治脸。你说你要什么药材，我让人去找便是。浮生花。江之月莫名噎了半晌。浮生花的大名在京都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据说能活死人肉白骨。你都没有看过我的脸，怎么知晓一定要用浮生花？不会是你信口胡诌的吧？江之月蠢归蠢，还真让我蒙对了。他是有浮生花，而且有成千上万的浮生花都种在他的空间里。浮生花虽有奇效，经过他空间培育出来的更是绝佳。他前段时间推出千金难求的美容祛疤膏，便有浮生花成分。只可惜云王没能拿出10万两，江之月无福消受。行，那我便替云王妃看看，还请云王妃伸手，这就为你诊脉。如何？一向八卦嘴快的城阳侯夫人率先问道。这恕百言不敢说。不怕，诊出什么说什么，本夫人给你担着。还真是我想杀人，便有人给我递刀子。云王妃体内毒素积压，脉象单薄无力，体寒气弱，是不孕之脉。不孕的事，江之月是知道的。他一直苦心孤诣地瞒着宁云川，没想到今日会在这里被揭穿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想替你妹妹治脸就直说，何苦这般恶毒的诬陷？是我儿无眼，竟领回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云王妃这些年为治脸，请了不少名医，想必也用了不少偏方。是药3分毒，有相容自然也有相冲。老夫人若是不信，大可请宫中太医来。想让他背锅，保全他孙女的云王妃之名，痴心妄想。哪来的小蹄子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坏了我孙女的好事，你也活不了。来人，将她带去暗室。老夫人，我若是你，绝不会忙着如何折磨人，而是想着如何面对贵妃娘娘的质问责怪。毕竟你孙女可是占着人家儿子王妃的名分。直气的老夫人骂骂咧咧，一口气儿没上来，撅了过去。江之月的王妃梦就此终结，而他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王爷，扰人清梦是不道德的。太后若有事，你也活不了。王爷说过让我滚，不想再见到我。事急从权。这该死的皇权，你做什么？玉王殿下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要去给太后治病。不会耽搁，来得及。你若动我一下，我会让太后陪我一起死。你想死吗？比起屈辱，民女更愿意清清白白的死去。那你女儿的死活呢？民女既然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那么？倘若她也没了命也挺好，黄泉路上马上就可以做母女，也好受人些危险。真冷血。彼此。你究竟是谁？那夜的女人胸前有一株并蒂双开的鸢尾花胎记，眼前的这个女人胸上什么也没有，她已经死了，她还在执着什么呢？4年前你出现在京都，离开时一路北下，被人相救，最后定居在百草谷，成了天机老人的传承。你不是江百言。就算如此，王爷想说什么呢？又或者王爷想证明什么？玉王殿下，你放手，我自己可以走。太后吉人天下，不会有事。便被眼前的男人打横抱起，施展轻功，漫步夜空。几个呼吸间，宁眼便抱着他冲进了太后寝宫。雅儿，你这是？他是大夫，许儿心口的剑，太医都不敢动，就是他拔的。民女江百言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能治太后的病，那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皇祖母病重，父皇与其疑心者，不如让他诊脉，能治不能治，自会知晓。
陛下，太后娘娘醒了，药根本吃不进去。刚刚臣的确亲眼见太后娘娘服药的，并未吐。你还要再耽搁吗？他若救不了祖母，我把脑袋给你。进去给太后看病。民女来得及，医药箱落在了府中，劳烦誉王殿下跑一趟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麻烦陛下出去等候，民女正在为太后检查身体，不容打扰。而且这里是内室，陛下在这儿都有别，民女需要安静。如果被打扰，民女并不保证能治好太后。如果太后有恙，民女死不足惜。太后是盲肠炎，与阑尾炎极为相似，需要动手术。皇帝眼神复杂的转身离开了内室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再用力点，废了我这只手，太后娘娘就真的没救了。是想毁掉我的手，还是想要救太后娘娘？你自己看着办。现在我要给太后动手术，救活她。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，所以我希望王爷您可以去外面等。对了，最好是守好大门，说是有人进来打扰了我拿手术刀的手，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。宁言简直是要被江穗婉气笑了，他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越来越得寸进尺，竟然让她去替她看守大门。很好，你最好把人救活了，否则你的女儿一定会下去陪你的。放心吧，太后娘娘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再过半个时辰就能醒。我现在太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等等吧，誉王殿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的医术，你可以另请高明。该死的权，该死的誉王，没问过我的意见就把我带来，我辛辛苦苦救人，最后还要被怀疑，越想越气人。他只能找个位置打盹儿。好在太后醒得快，她没受多少罪，就回家休息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小小姐她被慢慢说，小凤儿怎么了？小小姐被云王妃扣下了，云王妃疯魔般的管小小姐叫您的本名，还因此差点失手杀了小小姐。江百言，怎么今日老夫人不在，你是过来威胁我给你治不孕不育的吗？只可惜我能治，却不会给你治。江百言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不过只是个养女罢了。在这将军府里，我要你3更死，你绝活不过5更。还有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，也会跟着你陪葬。江之月，胆敢动我女儿，我会叫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江百言，别忘了你女儿还在我手上，你若是杀了我，哪有活不成？你可以滚了。说是小凤儿有什么闪失，我就要你向上人头来偿。江百言，你交出药，我就会还你女儿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姑娘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没有保护好小小姐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你不用太自责了。你待在家里，我出去一趟。姑娘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听闻大理寺卿断案公正，童年又被人拐走，过得极其悲惨，想必对人贩子更是深恶痛绝。江穗婉倒要好好欣赏他这一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戏。堂下何人？有何冤情？为何要击鸣冤谷？小女名为江百言，是江将军的义女，前不久才刚回到家中，却不曾想家中堂姐不待见小女，私自把小女的女儿强行掳走。抹了抹强行挤出来的眼泪。小女曾去找堂姐，想要接回女儿，可堂姐不仅不把孩子还给我，反而把我打了一顿。大人，小女孤身一人来到京都，唯一的亲人也不在，我只能来麻烦大人你了。实在是堂姐这种做法，将军豪夺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？江百言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一切属实？小女子赶来击鼓申冤，自然是有证据的。这是小女的侍女白云，当时她就在场，亲眼见证了一切。白云一副老实人的模样，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。走吧，本官随你走一趟。不过江百言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欺骗本官、破坏公堂秩序是什么罪名？若本官陪你走这一趟，找不到你的女儿，那就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。小女子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大人。他已经让绿柳提前行动了，想来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人了。他们此时赶过去刚刚好。下官参见云王妃。秦大人这是做什么？可是府里有什么违法乱纪之人？若真是府中有这种人，秦大人不必有什么顾忌，直接把人带走了就好，不用特意过来跟我说一声的。云王妃，今日下官是来找你的。江小姐报案，说是王妃你掳走了她的女儿，可有这么一回事？秦大人真会开玩笑，我是问云王妃要什么有什么，抢一个义女的孩子做什么？秦大人不要什么人的话都随便听，做事要讲究证据。你无凭无据的跑过来质问我，是对我不满，还是对云王殿下
不满。下官不敢，只不过江小姐报案，我们总要替她查上那么一回，这是下官的职责所在，还请云王妃见谅。江小姐，你说来到府上就能看到你的女儿，此刻人在哪儿？按照他们之前的计划，绿柳应该已经找到人了，此时并未出现，想来是出了什么变故。看样子是江小姐你在欺骗我，是这样吗？她没有欺骗你们，她说的话句句属实。下官参见誉王殿下。秦霜，你做这个大理寺卿也有很多年，一直公办事，铁面无私，怎么这次变得这么愚蠢？殿下的意思是？本王有什么意思？不过就是在来的路上见到有人绑架了一个小姑娘，顺手把人救了。娘亲，快救救我！小凤儿别怕，没事，娘会保护你，没事的。眼下小凤儿平安回来，不管承不承认，她都欠宁琰一个恩情。江之月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云王妃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秦霜向来是说一不二之。你强抢孩童，本就违法，欺骗朝廷命官在后，更是罪加一等。下官只能把你带走了。江之月恐慌刚出现，就被他压制了下去。秦大人，这孩童是誉王殿下带来的，又不是在我府上找到的，你的这个罪名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秦大人，外面都传你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官，不畏强权，敢作敢为。怎么今天你要打破这一传闻？因为害怕誉王，所以准备拿我当替罪羊？早就知道堂姐你脸皮厚，却不曾想厚到连撒谎也不会脸红一下。秦大人，你无凭无据抓我，那就是藐视皇权，是要被株连九族的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。坏女人，就是你把我抓走的，你还用针扎我，不让我吃饭，你是个坏女人，超级大坏蛋。他用针扎你哪里了？手指，他用扎小凤儿的手指。娘亲，小凤儿好疼的，疼的都哭了。可那个坏女人就是不肯放过小凤儿，小凤儿好害怕。十指连心，虽然没有亲身经历，但也能想到那是多大的痛苦。江之月，你该死！放开，我要杀了他！可是宁琰的大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，他只好转头看着宁琰，眼神冰冷。这么便宜就让他死了，你甘心吗？是啊，现在就杀了江之月的话，他少受了太多痛苦，怎么都不划算。白玉，奶娘，这一切都是云王妃让我做，我是无辜，放过我。江姑娘的孩子是她传来，也是她折磨的，和我无关了。奶娘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听到江之月的声音，老嬷嬷吓得一个机灵，睁开眼见到他之后，更是吓得直接晕了过去。江之月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是你的奶娘，难不成她还能故意诬陷你？秦霜，我是云王妃，就算我真的带走了江百言的女儿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真敢把我抓进大牢里面关着吗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是云王妃又如何？犯了罪，我就敢缉拿你。来人，带走！大胆！我是云王妃，万金之躯，岂是你们这些低贱的人可以碰的？秦霜，不要不识抬举了，你知道带走我的代价是什么吗？江百言，你找来秦霜又如何？我是云王妃，谁敢动我？白玉，属下明白。誉王，我素来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？江之月一直以为自己和誉王无冤无仇，实际上两人早已结仇，从4年前开始就已经是水火不容的仇家。誉王，江姑娘，下官就先行告退了。小凤儿，你记不记得娘亲跟你说过的话？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你一手造成，明白吗？娘亲，小凤儿知道错了，我只是想替你出口气，那个坏女人欺负你，不是嘴巴上说错了就可以的。今天的事情多危险，她若是丧心病狂杀了你，你要娘亲该怎么办？下次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乖乖跟绿柳姐姐去别庄。你们在救小凤儿的时候，可有看到我身边的婢女？伤得很重，被白茶带回去了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我今天帮了你的忙，舒氏想报答我，便和我成亲，做阿许的娘亲。这个男人脑子是有坑还是有病呀？我不是已经明确告诉过他不会嫁给他了吗？誉王殿下，你今日帮了我，我的确是很感激你。不过我还是之前的那番话，我的夫君若不是真心喜欢我，我是不会随便将就的。我宁愿一辈子不成亲。嫁给本王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不过是想给阿许名正言顺的找个娘，不会过多干涉你的生活。誉王殿下，那我和你成亲后遇到了喜欢的人，是不是还能和他在一起呢？不知廉耻！誉王殿下，你要是再敢动一下，不敢保证这匕首会不会刺伤你。这匕首是我随便拿的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剧毒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
江白岩，我对你是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你从哪儿得到的匕首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？不要想着对我撒谎。我问你，自然是知道许多关于你的事情。想知道就自己去查呀。你那么厉害，问我做什么？疯子！这个称呼我很喜欢。誉王殿下，你很闲吗？你想对付云王妃？是又如何？怎么，誉王殿下与云王妃有救，不忍心我对付他？的确是有些救，只是不希望你让他死得太痛快而已。江白岩，本王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云王妃好对付，但宫里的贵妃不好对付，她身后的势力不是你能够撼动。那就不劳烦誉王殿下你操心了，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是吗？那今天是你失误了。是殿下你多管闲事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依旧能处理好这件事，别太自作多情了。不识抬举。娘亲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小世子，你先放手，我过来是找你父王有些事情要说的。我有一个婢女被……娘亲不是特意来看我的吗？没关系，娘亲来看父王，我也很高兴。娘亲你过来，我带你去找父王。宁许总是让他觉得特别的心疼，他没办法忽视宁许的存在。父王，娘亲来看你了。宁琰还在生气之前的事情，看了他一眼之后不理会他。娘亲，你是不是和父王吵架了？你放心吧，父王这个人最好哄了，他喜欢吃五芳斋的桂花糕，你偷偷买给他，他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江穗婉有些想笑，一个冷血无情、杀伐果断的人，居然喜欢吃那种甜腻腻的糕点。为了防止宁许再爆料出来自己的喜好，宁琰只好出言打断他。何事？我来找绿柳，我带他回去吧，就不麻烦誉王殿下了。娘亲，你才刚来就要走吗？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。小世子，你怎么了？娘亲，阿虚好疼，不要疼，陪陪我好不好？直接晕了过去。宁许突然毒发，吓到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我来，去外面等着。阿许就交给你了，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母女就下去陪他吧。江穗婉懒得和他计较那么多，认真给宁许检查一番之后，江穗婉才发现宁许中毒太深，毒素已经深入骨髓，想要彻底根治的话，宁许必须要吃些苦头。阿许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已经稳定下来，他不会再疼。誉王殿下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小世子今天都吃了一些什么吗？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宁许突然毒发是有隐情的。你是说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给小世子治病的时候，我控制过他体内的毒素，现在不应该发作才对。王爷，是老奴对不起你，王爷，是老奴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小世子，这一切都是云王让老奴做的。老奴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他嗜赌如命，欠了云王很多钱，被云王抓走，老奴被他们威胁，不得不乖乖听话。求王爷看在老奴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让老奴死个痛快。的确该死。嬷嬷瞬间毙命。你能不能救他？能，不过小世子毒入骨髓，想要彻底根治，这个过程中他会吃很多苦。这次嬷嬷给他吃的毒虫青椒，导致他体内的毒素全部被引发。我粗略估计了一下，小世子体内至少有10种毒药。誉王殿下，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，你说你那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让小世子中这么多毒？怎么会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？那你还是神医呢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中毒？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她体内的毒素。那不是意料之外吗？谁知道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动手？他刚刚差点就把自己的事情说漏嘴，若真说漏嘴了，以宁琰的能力肯定会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。看来他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他的孩子也是在刚出生时就被人下药的吗？殿下，小世子的毒想要解的话，差一味药引，和小凤儿是一样的，没有药引，我没办法让他痊愈。不过我会先控制他体内的毒素，不会让他再次经历毒发的痛苦。需要什么？你说，我去找。鹤顶红毒药？自然不是了，若是普通的鹤顶红，我自己都会配置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我说的鹤顶红是仙鹤头顶的红流，传说在天仙的天池中生活着一种全身洁白的仙鹤，这种仙鹤头顶的红流可解世间所有的毒，只要找到了，就不愁解不了他们体内的剧毒。救活他。怎么说也是你求我给小世子治病，能不能有点求人的态度？我不欠你什么。求你救救他。看着在自己面前低下头的宁琰，江穗婉觉得胸口堵得厉害。我会控制他体内的毒素的，不过彻底根治还是得找到鹤顶红，否则我也没有办法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先走了，明天我会过来为他排毒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过程会有一些痛苦，
别到时候你又黑着一张脸吓人。真有这种鹤顶红吗？他说有就一定有，派人去找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。说是有人阻止，杀无赦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这就去。阿雪放心，伤害过你的人，父王会让他们生不如死，你可一定要坚持活着。你喜欢江百言，那父王就想办法让他做你的娘亲，只要你乖乖听话。扫把星，真是个扫把星！我儿怎么会收养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自己的堂姐送进大牢，你还是人吗？对得起你义父吗？老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！把云王妃送进大牢的可不是我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你堂姐嫁得好，想方设法的把她拖下水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对呀，江姑娘，外面的人都在说，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堂姐嫁得好，所以故意设计陷害她的。真是这样吗？看着程阳侯夫人八卦的眼神，江穗婉就觉得头疼极了。夫人明鉴，百言怎么可能是这种狼心狗肺之人？这一切不过是堂姐咎由自取，她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受孕就抢我的孩子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堂姐好，皇室血脉不容出错。堂姐今天会抢我的孩子，谁知道她以后会不会抢其他人的孩子呢？堂姐不能受孕是事实，万一以后她为死疯魔，偷抢别人的孩子当作是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那岂不是玷污了皇室血脉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江百言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这是要让你堂姐万劫不复啊！看着程阳侯夫人一脸我明白了的样子，江穗婉就知道她的计划已经成功了，要不了几天，这件事就会被传得人尽皆知。起床气这么大的，哼，受委屈了。他好心来看他，他呢竟然想要他的命。誉王殿下这是什么怪癖？女子的规格随便进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自然是当成本王的王妃了。本王取自己王妃的规格，谁敢多说一个字，本王就割了他的舌头。神经，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，还是纠缠不休呢？誉王殿下，我说过不会嫁给你，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，你少打我的主意了。是吗？可本王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誉王是皇帝的儿子，是除了皇帝之外官最大的人，他要是真想强娶自己，有的是办法。随便你吧，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说吧，你来找我什么事？可是小世子又出什么变故了？阿雪很好，也就是说他纯属是过来扰人清梦的。若不是打不过，江穗婉此刻真的想把宁言狠狠揍一顿。誉王殿下，我真的很累，你若没事儿，请不要消遣我玩。见江穗婉对自己的态度变得疏远起来，宁言反思了一下自己，发现自己并没有错呀。看在江百言是阿许救命恩人的份上，听到他被将军府老夫人气晕，好心过来看一眼罢了，不识好人心。宁言也生气，拂袖离去，头也不回。江穗婉一脸懵，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又惹这一尊大佛生气了。神经病吧？他是真的越来越觉得宁言是个神经病了，神经兮兮的跑过来和他打了一架之后，又气冲冲的离开，明显是个问题少年。太高了吧，这么高，要是掉下去肯定会死掉的。白云担心孩子摔下来，本来想出面的，不过被宁言阻止了。他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想做些什么。小凤儿在高墙之上四处寻找，一不小心惨叫连连地摔了下去。宁言像是弹力十足的球，直接飞过去把人接在怀里。小东西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娘亲呢？叔叔，是你呀，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，原本是想来找小哥哥的，我有事想请他帮忙。阿许不明白一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，看到你不用找小哥哥帮忙也可以啦。叔叔，你是我娘亲的朋友吧？我娘亲说过了，朋友之间是要相互帮助的。你是我娘亲的朋友，如今我娘亲遇到了危险，你一定会帮助她的，对不对？宁眼发现除了宁许之外，这小丫头也能让她有欢喜的情绪产生。你娘亲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会遇上危险？叔叔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听白云姐姐说了，娘亲被宫里的人带走了。我虽然不知道宫里是什么地方，但听白云姐姐的口气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。你陪小哥哥在家里玩，我去救你娘亲。民女江百言参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看来还真的是一场鸿门宴没错了。听说你医术不错，救了誉王小世子一命，虽与誉王走得十分亲近。民女的确是有些医术在身，救小世子也不过是尽绵薄之力罢了。至于誉王，与民女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民女自当与之保持距离。江姑娘，你是江大将军的义女，自然就是知月的妹妹。
为何要让自己的姐姐经历一场牢狱之灾？你应该知道知月是本宫的儿媳，你这么做是想和本宫作对？娘娘有所不知，民女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。堂姐她抢走了我的孩子，我去讨要，却被她狠狠打了一顿。娘娘，你也是做母亲的人，知道身为一个母亲有多在乎自己的孩子。民女知道堂姐是皇家媳妇，可一个母亲若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，那也没资格做一个母亲。众所周知，胡贵妃就不是一个好母亲。小的时候为了争宠，她不惜利用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让皇帝过来，不惜让宁云川去雪地里冻着，直到感冒发烧才会让他停下来。就算如此，那你给他一个教训即可，不至于下那么狠的手。这娘娘可冤枉民女了，拐卖儿童本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，现在外界都在传堂姐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想霸占他人孩子，这事要是真的做了，那可是会让皇室血脉变得不干净。这种罪名，我想任何人都不想承担吧。贵妃娘娘，如果是为了堂姐的事情，你要怪罪于我，那民女无话可说。民女只知道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江白言，休要对贵妃娘娘不敬，就你这态度，足够凌迟处死。笑话，就算是贵妃，也不能随意伤人性命。难不成你们家贵妃比皇帝还大，大到可以随意拿捏他人生死？还真是牙尖嘴利。多谢娘娘夸奖，娘娘若是没有其他事情，民女可就要告退了。江百言，这里毕竟是皇宫，本宫想让你出不去，有的是理由。在这宫里，每年都会死很多人，那些人的死因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宫里可是一个会吃人的地方，你就不怕得罪本宫吗？哈，不过民女也不是毫无准备，若是民女没有完好无损的走出去，那么我相信会有人给贵妃你准备一份大礼。他们百草谷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你在威胁本宫？不敢。好嚣张的女娃娃，就是你义父在这里也不敢对本宫这么说话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给本宫准备什么大礼。来人！贵妃还真是好大的脾气啊！把本王的人请来，又冤枉本王的人是刺客，怎么你这是对本王不满，所以故意拿本王身边的人出气？誉王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威胁本宫吗？宁言走到江穗婉面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第一次见识到贵妃娘娘的气度，有些被吓到了。没想到皇宫中的人才是忤逆陛下最多的，随意决定他人生死，一点都没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。是啊，贵妃大权在握，的确是不用在意陛下的，说不一定她就想坐高位之上。两人一唱一和，给贵妃安上了要谋权造反的罪名。誉王，听你的意思，今天为了这个医女，不惜与我翻脸了。看来本王这段时间脾气太好，让贵妃你产生了什么错觉？本王说过了，她是本王的人，你没经过本王同意，私自带她进宫，还想要她的命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说法？还是说你是杀鸡儆猴，实际上想弄死的是我？贵妃是做梦都想，可惜不敢承认。这是江大将军的义女，何时又成了你誉王殿下的人？你是不是有些霸道了？你今天才知道本王霸道的。说吧，这件事你要怎么做？是给本王的人道歉，让本王带他走，还是说要用另外的方法解决这件事？宁言，你疯了吧？让我母妃给一个小小的医女道歉，你是没睡醒吗？看来你这2天在大牢里过得不怎么好，憔悴极了。你还有脸说这一切都是谁害的？江百言，这件事没完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你最好祈祷自己不要落到我的手上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能瞒着本王把人捞出来，看来胡贵妃你动用了娘家的势力。不过本王有些好奇，一只不会下蛋的鸡，值得让你如此大动干戈？江之月气得咬牙切齿，要不是怕江之月的事情影响到宁云川以后的夺嫡，他才懒得管江之月的死活。宁言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母妃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请你尊重一点她。宁云川，你出门带脑子了吗？他是谁的长辈？江穗婉也觉得宁云川脑子有病，一个连皇帝都不尊重的人会尊重一个贵妃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贵妃娘娘，说是没事的话，民女就先离开了。想走可以，但是你要出去证明月儿的清白。我知道之前的那些流言是你传出去的，你现在出去更正这一切，我就不追究你的罪名。百言，我知道你不甘心只当个义女，可是我已经出嫁，不能影响你在将军府的地位，你实在是没有必要针对我，毁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抱歉，那些流言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是不能帮你们证明什么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不过我觉得流言也不是不对，江之月抢孩子是事实，不能生
也是事实。云王殿下想要不被别人嘲讽，大不了休妻。虽说云王这些年纵欲过度，受孕很难，但只要找个能生的王妃，多努力努力，说不定还是能怀上的。若是一直和江之月在一起，那就真的是没有丝毫怀上的可能了。放肆！周王爷，岂容你随意讨论，随意羞辱？江百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亲国戚，你一个小小的百姓也敢肆意妄论，也太嚣张了！今日本宫就要替皇上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家威严。贵妃是忘了本王的话了，看来贵妃的势力已经是越来越强大了，连本王都已经可以不放在眼里了。本王并没有觉得她说错了什么。宁云川不能洁身自好，保重身体，不能生是事实，事实又何须别人议论？外面那么多百姓在议论，贵妃难不成是要把他们都杀了？若真是如此，本王府上的人，贵妃也得铲除。毕竟这种事情怎么会少了本王的参与？宁眼直接摆明了，外面的那些流言就是自己派人去散播的。可那又如何？贵妃又能把他怎么样？誉王殿下还真是好本事，都快要成为大周的主人了。这种话换作是任何一个皇子都是不敢应承的，但是宁言……多谢夸奖，我时间有限，贵妃是让本王带她离开，还是想换一种方式带她离开？宁言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母妃宫中的人，岂能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？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让他给月儿治病，否则你们今天谁都走不出去。百言，之前的事情虽然有些误会，但是我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我现在已经是知道错了，还请行行好，帮我治病，堂姐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。记住我的恩情就不需要了，只要你给我道歉认错，我就帮你，如何？你想一下，能怀孕你就能保住王妃之位，贵妃娘娘也不会逼着云王休了你，有了江家这个靠山在，你是未来可期，就是道个歉而已，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是不是很划算？百言，姐妹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你这是不准备原谅我了吗？你都没有道歉，我就是想原谅你也找不到机会啊。既然犯了错，那就要道歉。知月，本宫一直都认为你是个识大体懂事的孩子，怎么在这件事上扭扭捏捏了？知月，你爱云川，自然是不想同他和离，既是如此，道个歉有何不可？还是说你选择与云川和离，或者为妾？母妃，儿臣不想与夫君和离，只是……百言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个做堂姐的不对，我当时就是见小凤儿乖巧可爱，所以才想着让她陪我玩几天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去找过我要孩子，更加不知道那些刁奴竟然会刁难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下人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动小凤儿，更加不会让那些刁民有机会为难你。说是道歉，实则在夸奖自己是个善良的人。堂姐道歉还真是没诚意，从整件事中把你摘出去，让你变得干干净净的，这种道歉方式学会了呢？百言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会原谅我的吧？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肯定不会与我一般计较。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还真是新颖，他要是不接受，反而成为他小肚鸡肠了。堂姐知道错了就好，孩子吧还是自己亲生的，抢来的始终是抢来的，不能因为自己有身体缺陷就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。百言说的极是，堂姐记住了。看着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江穗婉觉得没意思极了。宁言懂他的意思，牵着他的手就直接离开了贵妃的宫殿。没用的废物！当初你有能力算计自己的堂姐，成功当上云王妃，本宫还以为你是有些手段，却没有想到是这么的愚不可及。早知道你这么能惹事，还是只不会下蛋的鸡，本宫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上位，不如你那个没用的堂姐，至少她听话，不会招惹是非。可宁云川这个妈宝男，在胡贵妃生气的时候，那是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滚！给本宫滚！殿下，你都不帮帮我，害我被他们欺负。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不会再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让所有欺负过他、羞辱过他的人付出代价，哪怕是那个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女人，他也不会放过。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来帮我。那你可以以身相许吗？一点儿都没有体验到被人求婚的乐趣，反而像是被人逼婚似的。殿下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开这种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本王没有同你开玩笑，本王说得很认真，本王是真心想娶你的。宁言有钱有势还有权，他要是个普通人，说不定会心动之下答应他，可惜他是百草谷的主人，钱
权势他都有，不需要借助别人的。那你爱我吗？宁言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对江穗婉的确是谈不上爱不爱的，最多就是觉得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对她有些好感而已。殿下明白我的意思，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这种话。你若是不爱我，就算你是天子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你若是爱我，你就是平民百姓，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好。对了，殿下你是如何知道我进宫了？你女儿翻墙来府中找本王，求本王去救你。看在阿雪的面子上，本王同意了。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小凤儿特别担心你，都吃不下东西了。江穗婉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吃不下饭，许也是一脸意外，她没有想到刚刚才吃了一只烧鸡的江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是不是这么说的话会得到娘亲的心疼与宠爱？父王最讨厌别人撒谎，他从小就明白自己不能撒谎，所以这种撒娇的事情不能做也做不出来。娘亲，阿许也好想你，你没事吧？江穗婉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。小凤儿可有欺负你？娘亲放心，妹妹对我极好，她还给我说了很多你们在外面经历的事情，让我十分向往。等你身体好了，长大了，就可以出去亲自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很多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小凤儿说的那么美好。是吗？那娘亲，你可以给我说说外面的事情吗？我真的挺想知道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外面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美，不过在美的同时，它也充满了危险。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的依偎在江穗婉身边，感觉小世子和小凤儿长得还挺像的，特别是那一双眼睛，就跟王爷你的一模一样。或许小凤儿是其中的那个女婴。那个女婴已经烧焦了，她亲眼见到的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江穗婉就像是一个谜。上厨房弄点吃的。你来做什么？江百言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在皇宫中答应我的事情？你说了，只要我跟你道歉的话，你就会给我治病的。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怎么就当真了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治病？我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你不孕不育，做不成云王妃。江百言，你竟然言而无信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贵妃？欺骗贵妃可是杀头大罪。随便你了，你喜欢告状就去吧。我当时的确是答应给你治病，不过治到什么程度，岂不是我说了算？江之月，你好愚蠢，明知道我不会给你治病，还上了当，怪得了谁？只能怪你自己蠢。哎呀，我有些累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毕竟看着你那双恶毒的眼神，我挺不自在的。哎呀，你说贵妃要是看到你的这一幕，她会不会让你继续做她儿媳妇？本来就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爬上去的位置，想必也不会做得太稳。你用什么手段上去的？总有一天也会有人用同样的手段把你挤下来。江之月知道他说的是事实。百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姐妹，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呢？你害死袁云王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念及姐妹情深？你把袁云王妃剖腹取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念及你们是姐妹？明明不想露馅儿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要把那些事情说出来。江之月，你知道剖腹取子有多么痛苦？你知道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毒死多么的痛苦？你知道看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狼狈为奸是怎么样的体验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什么资格说姐妹之情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究竟是谁？你接近大伯有什么目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做的那些丑事，你真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？我接近义父自然是没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我警告你，最好给我安分守己，否则不介意弄死你。我想弄死你有成千上万种方式，每一种方式都能悄无声息。你不信，大可试试。有鬼啊！快来人！有鬼啊！王妃，母王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江穗婉看着这一幕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滚出来吧，鬼鬼祟祟的有什么意思？越是不想打交道的人，越是转角就能遇上，这真的是孽缘了。玉王殿下，你究竟有多闲？为什么大半夜的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大半夜的跑到女子的院子中去偷窥狂，想不到堂堂玉王殿下长得帅气逼人的存在，竟然会是这种人。本王是来看你的，收起你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。看我这个变态的男人，不是为了偷窥别人，竟然是为了偷窥我，
太可怕了。知道江穗婉果然误会了自己，直接将人抱在怀中，施展轻功带回了江穗婉的院子。玉王殿下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？不是说古人都是非常矜持非常注重礼节的吗？为什么这个宁眼和我没见过多少次就经常对我搂搂抱抱的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抱歉，本王没把你当作是一个女人，所以这些礼节用在你身上不合适。江穗婉气得牙痒痒。玉王殿下仅仅是来看我的话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刚刚的那出戏还挺精彩的，你对江之月下手挺重，怎么你们俩有仇？玉王殿下还真是一点都不见外，女孩子的床这么随便就做了，想来在外面也有不少红颜知己。你这是吃醋了？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这人洁身自好，这是第一次做女孩子的床，想着以后也是一家人，早做晚做都一样的。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宁眼这么自恋？他不过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什么叫做吃醋了？懂不懂吃醋是什么意思？玉王殿下，你找我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是有点事情想找你帮忙，我有个朋友的母亲病危，所以想请你过去看看。你医术是我见过最好的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所以只能来求我，然后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明早你来接我，我和你去看看。现在太晚了，我想睡觉了，不想出门。好，那我明早来接你。主子怎么不把心中的疑问问出来？江之月早不疯晚不疯，偏偏在江姑娘回来之后疯了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觉得本王问了他会说吗？那只小狐狸身上的秘密可多了，本王总会等到他心甘情愿说出来的那天。想到江穗婉今天已经为自己吃醋，宁眼的心情就变得十分美好。娘亲，你回来了呀！天天被宁许娘亲娘亲的叫，他竟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身份。小世子怎么过来了？我想你了，娘亲，你都不去看我，我就只好自己来看你了。昨晚才从王府回来，怎么就没去看你了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我和娘亲都1天没见了，这都隔了多少秋了？小小年纪，哪里学会了这么多说辞？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小世子可是看上了什么吗？我送给你好不好？娘亲，我想要这个枕头可以吗？你想要这个枕头做什么？不可以吗？娘亲，我这就放回去，是爱许冒失了。明明和自己的女儿同岁，但宁许却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不是舍不得，一个枕头而已，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第一次来，我可以送你贵重一点的东西。那我想让你做我娘亲，可以吗？这样吧，在你父王没有给你找到娘亲之前，我可以经常去看看你。你想叫我娘亲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宁许看了父王一眼，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，似乎在说让他加把油，早日把江穗婉娶回去，给自己当娘亲。接受到儿子鼓励的眼神，宁眼当下就黑了脸。他堂堂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会为了给自己儿子找个娘亲就去讨好一个女人？娘亲这么说，阿许真的很开心。不过现在阿许就想要这个枕头，可以吗？好，给你，你喜欢就拿去。小世子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娘亲要亲自做给阿许吃吗？好，只要小世子你不嫌弃，等下就一起吃吧。不嫌弃，娘亲做的我都爱吃。玉王殿下想来是吃过了，我这小院儿不过是粗茶淡饭，只怕玉王殿下也吃不习惯，所以你的那一份不需要做了，对吗？宁言本来也想尝一下江穗婉的厨艺，可是听到他这么说，是的，你做的本王吃不习惯，不需要准备本王的。想着让江穗婉劝他2句，他再顺势答应。可江穗婉这个女人听到他说不要，转身就走。父王是不是觉得娘亲特别的与众不同，一点都不惯着你？父王，你再这么冷冰冰的，娘亲以后真的要跟着别人跑了。我听白允哥哥他们说了，遇到喜欢的人不主动出击，抢占先机，很容易丢掉幸福的。就你话多，再废话，下次我就不带你来了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个枕头？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没有啊，只不过它是娘亲的贴身物品，上面全是娘亲的味道，特别的好闻。晚上抱着睡觉的话，肯定睡得特别香。这都是什么见鬼的答案？哇，你也闻闻看，娘亲的味道真的好好闻，让人觉得好安心的。果真如同宁许说的那样，这枕头上全都是江穗婉身上的味道，闻着让人有一种安心舒适的感觉。江穗婉张了张嘴，
欲言又止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做，很容易误导孩子的。宁言也是尴尬的不行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一瞬间的事情，竟然会被江穗婉看到。那个小世子，你喜欢吃些什么？娘亲做的我都爱吃。那好。一想到宁言刚刚在嗅自己的枕头，江穗婉就觉得全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冒出来，脑补出来的狗血剧情都够拍个7、80集了。娘亲，阿许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以后我还能来找你玩吗？快回去吧，时间不早了，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过来。小孩子在长身体，要早睡早起，知道吗？父王，娘亲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心情一点都不好呢？被人误会成变态，心情好才有鬼。父王，娘亲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淋着雨过来了？感染风寒可怎么办？用内力给他烘干衣服。主子恕罪，小世子太着急了，属下没来得及拿伞。父王，不怪青云哥哥，是我太想见到娘亲了。宁言没有多说什么，挥了挥手，示意青云可以下去了。父王，娘亲会不会死啊？他是不是伤得很重？他是不是不要阿许了？我好不容易找到娘亲，难道又要失去了吗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动不动就哭。可是娘亲她伤得好重，会不会永远也醒不过来了？放心吧，有父王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任何人也别想让他有事。他此刻的内心竟然是有些慌乱的，明明是为了阿许才去找江穗婉，可是渐渐的他好像是陷进去了。宁许身体不好，很快就被宁眼送了回去。虽然他不愿意回去，但在生气的父王面前也只能乖乖听话。江姑娘怎么会中毒？她被人攻击，根本来不及解毒。江姑娘中的是噬虫毒和催心掌，这是南陵五毒独有的毒药和攻击方式。2种毒对江姑娘来说应该都不算太难，只是她一直没时间解毒。她现在内力耗尽，想来是和别人战斗了许久。南陵五毒能治吗？蛊术和毒术虽然相似，但是并不一样。我曾经见过中这种毒的人，全身被蛊虫吃空而死，死后就仅剩一张皮，过程非常的痛苦。你能感觉到自己一点点接近死亡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本王不想知道那么多，只想知道这毒能不能解，他能不能活下来。我解不了，最多能帮他暂时压制毒发。我虽然解不了，但是江姑娘肯定可以的。我先帮他压制，等他醒了就可以自己解毒了。王爷，噬虫的毒我能暂时压制，但是催心掌我可不行。五毒的老五是个从小在毒液中长大的人，他全身都是毒，内力之中也有毒。他的内力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的内力进入人体之后会形成一股气，残留在别人体内，然后内力自带的毒素就会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毒液，最终把人毒死。这种毒我真解不了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用强大的内力把这股残留的回忆的气逼出来，只要气出来了就没事了。好，我明白要怎么做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王爷是打算用自己的内力去帮助江姑娘？哎呦，这可不行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这种方式对江姑娘治病治疗，你会有短暂2到3天是彻底失去内力的，这对你来说太冒险。主子，这种事我来就可以了，你不能失去武功，那样会保护不了你自己的。你也不行啊，这解毒过程中谁也不知道内气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所以最好是不穿衣服的。毕竟这种治病方式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。主子，你自己来吧，我和怪医先出去了，你放心，这2天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这种事情这么隐秘，想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你会失去内力几天的。在最后一丝内力耗尽后，江穗婉体内的气总算是从胸前散了出去。他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就看到了宁眼眼神温柔地看着自己，宁眼居然耳朵红了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。在他昏迷的那一刻，看到宁眼的脸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，那一刻他的喜悦之情是难以掩藏的。不用客气，就是顺路而已。不过你怎么会招惹上南陵五毒？不知道，你不是说钟大哥想见见我吗？我今天过去了，回来就遇上了南陵五毒。或许是有人想杀我，又杀不了我，所以就只能在江湖上雇杀手了。如今我活下来了，那证明对方的计划落空了。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被气死？你今天差点死掉，但我还是活下来了。我活着，那些人就要倒霉了。想要我死的人，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。
不过你放心，我虽然伤得重，但他们也不会好过，没有个10天半月是下不了床的。这次怪我自己大意了，遇上了一个和你一样变态抗毒体的人，所以被将了一军，下次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。好，你身上的毒能解吗？放心吧，小问题，之前只是没有时间而已。玉王殿下，你可以出去一下吗？我需要给自己解个毒。好，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爱是不是气逼出来之后他就没事了？是的，只要他把噬虫的毒解了就没事了。至于受了内伤这种事，有你的内力滋养，没有什么大碍，甚至还有可能功力提升许多。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地面上。你见到我其实也不用这么激动的。谁激动了？我这是不对，我穿的怎么是你的衣服？你昨晚……想到昨晚有可能是宁言给自己换的衣服，江穗婉恨不得找个地缝把自己塞进去。你别担心，衣服是婢女给你换的，我府中没有女人的衣服，其他人的我也不放心给你，所以只能将就穿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让管家出去给你定制几身衣服回来，应该快到了。娘亲，你醒了，还许都要被你吓死了。我没事了，让小世子担心了。见到父王离开，娘亲，你可要对父王好一点。昨天他派人去将军府盯着，一直等都不见你回来，着急的不行，直接跑到钟伯伯那里询问你的下落。得知你已经离开，就带着大家不停的去找。娘亲，你是不知道，父王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差点就死了，当时可把父王吓得不轻。有洁癖的他一言不发的把你抱了回来。对了，父王为了救你，替你把崔心党的毒逼出去，把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消耗没了。我听怪医说的，父王接下来这2-3天都是没有内力的。他真的没有了内力？怪不得他醒来之后不仅发现内伤好了，还发现内力提高了不少。原来是因为宁言把他的内力输送给了他。对啊，所以接下来的几天还请娘亲你保护好父王。我知道父王的仇家很多，很多人都想杀他，这件事要是泄露出去，那些仇人肯定会来刺杀他的。好，我答应你会保护好你父王的，至少这2-3天我是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娘亲你放心，妹妹我已经让白刹去接过来了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2天你还是住在王府比较好，毕竟要保护父王，我又担心你想妹妹，所以就私自做主把妹妹接过来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主要是阿许觉得娘亲你受了很重的伤，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好。回将军府的话，那个坏女人又要找你麻烦了。宁许真的太不像一个4岁多的孩子了，他太聪明，完全就是宁演的翻版，做事滴水不漏，以后肯定是能成大事的人。怎么会？小世子这也是为我考虑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娘亲之前答应过阿许要做阿许的娘亲，所以娘亲以后可不可以就叫阿许的名字？阿许想和娘亲亲近一点。好，听你的，阿许。白羽哥哥，你让我说的话都说给娘亲听了。白允吓了一跳，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小世子，你可要小声一点，被你娘亲听到了可就不好了。我小声点。白允哥哥，我们这么做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就要从感动开始的。听了你说的那些事情，你娘亲肯定会非常感动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撞鬼事件过后，江之月算是彻底清醒过来，他严重怀疑江百言就是曾经的江穗婉。不过他现在一点都不害怕，他能弄死江穗婉第1次，就能弄死第2次。3天时间一到，宁眼恢复了内力，江穗婉就带着小凤儿准备离开。娘亲，阿许不想让你走。娘亲，我们可不可以再留一段时间？我还想和小哥哥玩。小哥哥想要娘亲，可他也好想要父亲的。宁眼虽然不爱说话，可真的和他想象中的父亲一样，他不想走，想多待几天，体验一下父亲在身边的感觉。不行，你们俩听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。阿许，在王府要乖乖听话，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。父王，是不是你惹娘亲生气了？他怎么突然间就走了？阿许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没有谁能够一辈子陪在另外一个人身边，他总是要走的，你也总是要长大的。可是真的不想让娘亲走，这是我第1次体验母爱的感觉，可惜太短暂了。或许短暂的东西才会让人倍加珍惜。父王，娘亲她还会回来吗？你心里想要她留下来吗？说真的，他其实挺希望江穗婉留下来的，想要让她堂堂正正的留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娶了她。放心吧，他会回来的，以后啊，他会一直陪着阿许，直到阿许长大成人的。宋蓉蓉看着江穗婉远去的马车，江百言，你这个
贱人，居然勾引誉王，还恬不知耻的在这里住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誉王殿下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既然想跟我抢，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能让江之月来找自己联盟，这个江百言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知道娘亲最不喜欢你哭了，你再哭，娘亲也要跟着哭了。娘亲，为什么我没有父亲？为什么小哥哥会没有母亲？他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不是都不要我了？小凤儿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的父亲和阿许的母亲不是不要你们了，而是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。不过他们就算是离开了，也是十分疼爱你们的，因为他们化作了天上的星星，在守护着人间的亲人。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不能回家的人化成的，他们每闪一下就代表着他们的思念。所以不要难过了，父亲并不是不要你了，而是在天上看着你。江穗婉有些头疼，只能随意找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哄哄小凤儿，毕竟她都不知道小凤儿的生父是谁。娘亲，你骗人，根本就没有星星。怎么会？现在是白天，肯定看不到，等晚上到了，你就能看到好多好多星星了，所以就不要难过了。可是我好喜欢誉王呢，我想要他做我的父亲，刚好小哥哥也想要你做他娘亲，要不你嫁给誉王好吗？这样一来我就有父亲了，小哥哥也有娘亲了，你说好不好啊，娘亲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，这件事你想都不要想。宁衍那样的冷面汉，小凤儿究竟是什么心理，竟然会喜欢他？什么人出来躲躲藏藏，算什么好汉？解药。有病吧？你们都要杀我了，你觉得我会给你解药吗？江姑娘，幕后之人说了，可以用你的女儿来控制你，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。我们五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们发过誓，不会动别人的孩子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破除自己的誓言。我要如何相信你？我把解药给你，你们好了之后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到时候我女儿的安全更危险。病老鬼的武功在他之上，若是对方真想对小凤儿出手，完全可以不惊动他，到时候用小凤儿威胁他，他自然会乖乖的把解药交出去，不对孩子出手。这一点反而让江穗婉对他们五毒有了一些好感。你若是不相信，那我就只能执行第二个方案。你就算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我也有能力抓到他，到时候你也要交出解药。江百言，每个人做事都有属于他的规矩，我们的规矩就是大人的事情不殃及孩子，我们只杀大人。给你，不过我给的东西你们当真敢吃吗？你们不伤孩子，难道就不担心被你们杀了的人的后代找你们报仇吗？杀人者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，我们既然杀了人家的父母，就不怕别人报仇，能杀得了我们是他们的本事。对了，噬虫的解毒方法是还魂草，用还魂草熏烤受伤的地方，那些虫子就能出来了。下一次见面我绝对不会手软，谁生谁死各凭本事。你要去参加国公府的宴会。见江穗婉不理会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有惹江穗婉不高兴了？你不是不喜欢那种宴会吗？为什么会答应要去？我想去就去，你管得着吗？还是说国公府有你喜欢的姑娘，你怕我过去让她难堪？宁言有些懵，不明白江穗婉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江之月邀请我去参加，推脱不过就答应了。你知道一些关于国公府的事情吗？可以给我说说，到时候也不至于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。宁衍还真的知道，把关于国公府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真的好想问问宁衍，为什么会对国公府的事情这么了解？是因为那个宋蓉蓉吗？你需要我帮忙吗？白允说了，追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什么？就是五毒的事情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或者是小凤儿，你需要我帮忙保护吗？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，我只是想着帮帮你，能够保护小凤儿，也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若是你真的可以帮忙，那就请你帮我看着小凤儿那边一点吧，我的确是有些忙，怕照顾不过来。他的人从百草谷过来还需要一点时间，这段时间小凤儿的安全交给宁衍，他也能放心。那行，小凤儿那边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国公府那边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宁衍一过来，目光就投到了江穗婉抓着宋玉明手臂的手上。江穗婉急忙把手放了下来。你和誉王相识？不是太熟，见过几面。老将军生辰宴，本王没什么好送的，就送你一幅沙场美人图好了。
江穗婉能够感觉到明眼的心情不太好。老身参见玉王殿下，玉王殿下能来，真的是让老身受宠若惊。这画上面的是20岁的他，自己人生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，这份礼物太有价值了。老身多谢玉王殿下，殿下有心了。不客气，能让老将军开心就行。明眼不喜欢宋蓉蓉的聒噪，可宋蓉蓉不停地缠着他说话。你们看，宋小姐和玉王殿下还真是相配呢，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两人站在一起十分相配。玉王殿下从来不参加这种场合，这次竟然来参加老夫人的生辰宴，会不会是因为宋小姐啊？听到这些言论，江穗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觉得心中有些不舒服。这大家都有礼物送老夫人，不知道江姑娘送些什么？虽然我们都知道江姑娘情况特殊，不送也没关系，但这毕竟是生辰宴，不管值不值钱，总要送礼才对。送礼这种事情自然是有所准备的，大家也知道我是乡野小地方的人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送，所以就送了一些我们那里的土特产，还希望老夫人不要嫌弃。土特产？江百言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京都什么没有，怎么会需要你乡下的土特产？你是想笑死我们吗？江穗婉直接让绿柳把盒子打开，待见到里面只是几株药材之后，引发了哄堂大笑。他送的礼还真的是特产，特别有产量啊！这是月华花，生长在高山之上的悬崖边，吸取月光生长，价值连城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价无市，有起死回生的效果。万毒花是制作解毒丹的主要药引，差不多已经绝迹了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，太神奇了。之前那些嘲笑江穗婉的人，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百言呐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不能收。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老夫人就不要推辞了，不过是一点土特产，你不嫌弃就好，好好收着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既然如此，那老身就不推辞了。百言以后有时间可要多过来玩，不介意的话，跟着玉明他们叫我一声奶奶也好。你这孩子真招人喜欢。奶奶既然已经开口了，百言自然没有推辞的理由，只不过以后百言来多了，奶奶你可不要嫌弃才是。怎么会，奶奶巴不得你天天来。老身今日真的是太开心了，生辰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年轻人可要玩得开心一点，老身还有其他客人要招呼，就不和你们多聊了。百言，奶奶今日有些忙，你自己先玩着，可不要拘束，让玉明好好招待你。他若是招待不周，到时候你给奶奶说，待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奶奶，这江家妹妹我还没娶回家呢，你都这么偏心了，那要是我真的娶了江家妹妹，府里岂不是没有我的地位了？你呀，如此口无遮拦，吓到百言怎么办？我警告你，可不要欺负百言了。百言交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百言，看来老将军是真的喜欢你，都不介意你有一个女儿，完全支持你和他的宝贝孙子在一起。你是什么打算？虽然我觉得宋玉明这人有些浪荡子，但长得帅，有钱，嫁给他也算是吃穿不愁了。江穗婉刚准备回答，就发现一道视线从身后盯着自己。这房间的装修风格完全是男子，宋蓉蓉这骗人也太敷衍。江妹妹，这是新衣，我还没有穿过呢，你先将就着穿吧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府里的婢女没用，弄脏了你的衣服。宋蓉蓉，你想干什么？有时候适当的配合一下别人演戏，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哦。疯狂的拍打着门。江百言，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你不会是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吧？今日你插翅难逃，会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再也没有靠近誉王的资格。若不是你出现勾引誉王，说不一定我们现在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誉王殿下只能是我的，谁要是想和我抢，我一定会杀了他，毁了他。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不知好歹，竟然妄想同我抢誉王。里面竟然有人，你是谁啊？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吗？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宋蓉蓉不会是为了嫁祸我特意杀了一个人吧？这一检查下来，他发现对方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中毒了，虽然毒性被暂时控制住，但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了植物人。既然见面了，那就帮你一下吧，相逢即是缘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。可是他刚准备下手，把这间屋子烧了吧。他是真的没想到宋蓉蓉这么狠，竟然想要直接烧死他。算了，活命要紧，抱歉了哈，没办法救你了。最终还是不忍心带着对方一起离开。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看那边火光冲天的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姐，这谁啊？不认识，顺手救下来的。
的，应该是宋一鸣的兄弟吧，和他长得有些相似。绿柳，我没时间了，你带着这个人离开吧，我还得回去，不然等下宋蓉蓉把宴会上的人带过来，我没办法解释。这个人病成这样了，还有人小心伺候着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玉珏，奶奶，火势太大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要去救我的玉珏。4年前我没有来得及救他，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把他救出来。你们两个给我放开，你也赶紧给我救火，听到了没有？老夫人，你冷静点儿，火势这么大，你进去救不了人，说不一定还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你们大家赶紧帮忙救火，我妹妹还在里面呢。白颜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若不是我带你来参加生辰宴，你就不会死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罪该万死呀！没看到尸体，宋老夫人心中松了一口气。是我的人就守在这里，怎么可能让人逃走了还没有发现呢？奶奶，这里面没有看到二哥的影子，证明二哥并不在这里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一个瘫痪的人不在这里，他又能去哪里？又是谁把他带走了呢？百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出来呀！姐姐真的很担心你。虽然假情假意的叫着江穗婉的名字，但内心里巴不得她赶紧去死。姐姐还真说对了，我没事呢，侥幸逃过一劫。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，你真的是吓死姐姐了。江穗婉的命怎么这么大，这样也没能弄死你。受不了她这么虚伪的一面，让姐姐担心了。我没事，我很好。百言，你逃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顺手救了人呢？江穗婉很想告诉她真相，可她总觉得宋玉珏的事情另有隐情。奶奶，这里面就我一个人，根本没看到其他人。你看这废墟之中什么都没有，若是有人肯定会留下尸体，你说的那个人可能并没有在房间里。江穗婉真的心有不忍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在宋老夫人手心用手指写了一个活字。老夫人眼神变得快，也收得快，看样子是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来玉珏的院子？为什么你来了之后，玉珏的房间会起火？你是不是想杀死他？奶奶，你这是怀疑我杀了二公子吗？这一切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都差点死在里面，而且当时是宋小姐带我过来的。若真要问为什么，还不如问宋小姐。宋小姐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想毁我清白？小妹妹，你怎么会污蔑我呢？我只不过是好心带你去我的院子里换身衣服，谁知道我拿衣服回来你就不见了。我担心你的安危，才找大家一起来找你。我知道你刚刚死里逃生，心中颇有怨气，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来这里，也不知道这里会走水，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江姑娘，我们都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宋小姐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害人性命的事情来？这件事肯定是你误会了什么。我是第一次来国公府，你们觉得没有人带我过来，我会这么精准的找到二公子的房间在哪里吗？国公府有多大，大家想必都是知道的。我一个第一次来的人，想要在这里走出去都困难，又怎么会知道二公子住在什么地方？宋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要杀了我。我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你，而且你害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连自己的兄长都不放过？怎么这么狠心？血口喷人！我好心带你换衣服，你竟然诬陷我！江百言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不知恩图报就算了，竟然还反咬一口。就算江穗婉说的是实话又如何？有人相信吗？是不是血口喷人？宋小姐心中十分清楚。老夫人，当时我被关在房间里，房门还被人从外面锁了起来。火势之所以蔓延得这么凶猛，那是因为宋小姐的丫鬟带着人在房间上浇了火油，他们这是想置我于死地。蓉蓉，把你的婢女叫过来。奶奶，你怎么让你把人叫过来，听不懂吗？奴婢见过老夫人。说这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你安的什么心，竟然要害我的玉珏？老夫人，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一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撒谎！你在浇火油的时候，衣服上也沾染了一些，虽然你及时回去换衣服，但你裙摆位置里层依旧还沾着。弄死宋蓉蓉的话不可能，但弄死一两个他身边忠心耿耿的人还是可以的。没错，火就是我放的，我就是想杀了你，就因为你这个人的出现，害得小姐多伤心，我替小姐打抱不平，所以想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处处勾引誉王殿下，抢了原本该属于小姐的一切，我又怎么会对你动手？江百言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？这次没烧死你，真不
知道是不是老天瞎了眼，你这种人就应该死，应该早点死。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真的烧死你。说完之后，直接掏出匕首自杀了。小云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小云已经被你逼死了。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他想害我在前，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国公府太危险了，以后我是不会再来。谁知道下一个想杀我的丫鬟是谁？宋老夫人，祝你生辰快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宁爷，你疯了吗？宋玉明很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牵手了，举止亲密，甚至宋老夫人还想把你许配给他。你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程度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要和宋玉明在一起了？我什么时候和他牵手了？赶紧给我松开！再不松开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凭什么宋玉明和他亲密时，他能笑脸相迎，而换成是他就是各种威胁？他真的有这么喜欢宋玉明，想要和宋玉明在一起吗？江白岩，你若是敢和宋玉明在一起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说到做到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玉王殿下，你有病就配合好好治疗，我和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想和谁在一起那是我的自由，管得着吗你？他都没有生气宁琰和宋蓉蓉出双入对，他又有什么资格生气他要找对象呢？你知道宋玉明是什么人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想要和他在一起。江百言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蠢，还是说你无可救药。那都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管好你和宋蓉蓉的事情就好了。你们俩出双入对的，我都没嫌碍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见江穗婉在意这件事，宁琰的心情瞬间好了大半。他甚至觉得江穗婉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做给自己看，为了气他的。江白言，宋玉明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和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以后离他远一点，知道吗？就是喜欢他，就是想和他在一起，我就是觉得他哪里都好，你有什么资格过问？宁琰被他气得不行，总觉得让他那张嘴继续说话的话，自己迟早会被气死。父王，娘亲是不是来了？父王，我……宁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过来打扰到了父王的好事，他来的真的太不是时候了。阿许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吃完饭了吗？阿许已经吃过了。娘亲吃了吗？府里新来的厨子做饭可好吃了，娘亲可以尝尝的。阿许听说娘亲来了，可开心了。娘亲，你要是能够一直这么陪着我，那该多好。父王，你真差劲，你看我都能抱娘亲了。看懂了儿子眼神中的意思，宁琰懒得和小孩子一般计较。可以啊，娘亲还真有些饿了，今天事情多，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热乎饭。阿许可以带娘亲去吃好吃的吗？好啊，娘亲跟我来。父王要不要一起呢？随即一家三口往宁许的院子走去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突然发呆了？娘亲在想，若是娘亲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此时就和你一般大小，同你一样乖巧可爱。娘亲还有一个儿子。是啊，还有一个儿子，和小凤儿是龙凤胎，可惜刚生下来就……见宁琰盯着自己看，江穗婉立刻闭嘴，差点儿他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阿许的厨子做饭的确是非常好吃，我今天算是有口福了。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没有人知道。姑娘要去看看吗？那位公子身中剧毒，今日就算不被火烧死，想必也活不了多久。唉，长得这么帅，可惜了。姑娘你在，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，不是吗？那是，我可是神医，这毒吧虽然有些困难，不过也难不倒我。遇上我，他算是有救了。好了，也不和你扯皮了。宋玉绝中的是天下第一奇毒，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。这种毒我之前没有解过，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人，只是在师傅留下的医书上见过。听说这种毒进入人的身体后，会侵蚀全身经脉，让人无法动弹，进入一种假死状态。用现代医学来说，就是会变成植物人。我听师傅提过，这种毒是西域一个炼毒大师制作出来的，用的东西非常的复杂，而且特别的珍贵，所以一般是没有人会花大价钱买这种毒药的。毕竟毒药是用来杀人的，谁不想让自己的敌人死得痛苦一些？这种毒不是用来杀死自己的仇人的，反而是用来杀死自己珍惜又恨的人，想让他死，但又不忍心让他死得太痛苦。难不成还是深受情伤的人，用来杀死背叛了自己的爱人的？答对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也是这么跟师傅说的，谁知道师傅根本不赞同，最后就离开了百草谷。不过这宋玉珏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他原本中的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控制住了，想来是不会瘫痪才对的，可是又被人下了慢性毒药，两种药
药在他体内相互吸收成长，把他的身体当成了成长的器皿。他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我对他反而好奇起来了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控制那种毒药的。天下第一奇毒，无药可解，却让一个不懂药理的人压制了。这研究出来这种毒的人，肯定会被活活气死。他有预感，治好宋玉珏肯定能有很大的收获，说不定会有他师父的线索。誉王殿下，你这神出鬼没的究竟想干嘛？我还能不能有点隐私了？他就知道自己藏着宋玉珏这件事隐瞒不了这个男人，天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他。他长得很帅。以前他不在意皮囊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天听到江穗婉夸宋玉珏长得好看，他才重视起来这个问题。没有你帅，你是天下最帅的男人，可以的吧？我要回去休息了，今天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真的很累，想休息。你还知道事儿多，那场大火差点就烧死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。这不是有你在，所以才不怕危险吗？况且人不能遇到事就躲起来，该来的迟早要来。既然这件事推脱不掉，还不如直接面对。我从来不是怕事的人，更不是苟且偷生的人。既然他们想害我，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听到他说是因为有他在才敢肆无忌惮，宁言的心情瞬间就好了，于是他亲自把人送回去休息。你累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宋玉珏那边的事情你放心，我会派人照看的，不会被发现的。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隐瞒这件事？我对宋玉珏也很感兴趣。西域的毒传入大周，你不觉得这其中有很大的猫腻吗？说不定救活宋玉珏能找到一些隐藏在京都的探子，然后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把不该在京都存在的人清除掉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治好宋玉珏？你也知道的，厮杀是天下第一奇毒，无解。你不怕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然后变成失望吗？我相信你。谢谢你。好了，你不是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派人去找我，府中的东西你想用什么随便拿。娘亲，你来了，小凤儿好想你的。我是不是说过了，让你和白云姐姐好好待在别庄，不许跑出来的？你又忘了吗？娘亲，我很听话的，只是我真的很想娘亲，所以就想来看你，远远的看上一眼也挺好的。你说过将军府是龙潭穴，所以我担心遇上危险，就来找小哥哥玩了。说那么多废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？你不过就是想来找阿许玩罢了。那娘亲都已经来了，能不能让我和小哥哥多玩一会儿？你人都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小哥哥不舒服，娘亲先给他检查一下身体。小凤儿乖巧的点点头，跑到了宁琰面前。你可以抱抱我吗？江西，不可放肆。不可以吗？宁琰没有说什么，直接把小凤儿抱了起来。为什么要让我抱你？因为我觉得你和我想象中的父亲一样，所以我想体验一下被父亲抱在怀里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那你以后就留在王府陪阿许一起玩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娘亲不会同意的。虽然我喜欢你，喜欢小哥哥的，也很喜欢这里，但我更喜欢娘亲。娘亲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行了，这次的事情我就不怪你了，没必要说这些好听的给我听。回去我再找白云算账，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。娘亲，不关白云姐姐的事情，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，你不要怪白云姐姐。没事，你娘亲就是吓唬你。娘亲变坏了，你竟然会吓唬小凤儿了。你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宁许点了点头，把自己今天不舒服的地方都说给了江穗婉听，离开了宁许的院子。你要真的是我爹爹，那该多好！我一直都想有个爹爹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爹爹肯定是个高大威猛、长得帅气的男人。毕竟我娘亲那么美，不可能找个丑八怪的。你想不想让我做你爹爹？想啊，做梦都想。可是你愿意做我爹爹吗？我真的还挺想让你做我爹爹的。想的，只不过这件事要你娘亲同意才行。你要不要帮我呢？可以呀，想让我怎么帮你呢？阿雪，你告诉娘亲，这几天你都有吃过些什么吗？他体内压制下去的毒素又被引了出来。这几日的膳食都是白允亲自守着做过来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那些菜是管家亲自去买，回来也检查过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娘亲，你说我是不是坚持不了
了多久了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有娘亲在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活着的。身体不舒服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父王，或者告诉娘亲？因为我不想让父王活得那么累。这些年，为了我的病情，父王一直都过得很辛苦。他四处为我寻找名医，花在我身上的钱数不胜数。我什么都知道，只是没办法改变而已。这几天是我懂事以来见过父王最开心的日子。他的笑容多了起来，所以我想让他多开心开心。这些年他都没怎么开心过。娘亲，你和妹妹出现后，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。我有了娘亲，有了妹妹，我不再是没有娘亲的孩子，我也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我很满足，也很珍惜现在的时光。阿雪，相信娘亲吗？相信。那好，你给我振作起来。既然有了妹妹，那你这个做哥哥的可是要保护她一辈子的。你放心，娘亲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娘亲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靠在江穗婉怀里，宁许笑得一脸幸福。其实我真的挺累的，也很痛苦。娘亲，若是坚持不了了，就让我走了，好不好？听话，娘亲会救好你的。你回忆一下，这几天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有闻到奇怪的花香。花香？什么样的花香？还有吗？你带我去看看。好，娘亲你跟我来。我在王府没有玩伴，王府这么大，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会到处转转，这里是我经常来的地方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很清静，我很喜欢。前天我毒发有些难受，又不想让父王担心，所以就想过来自己待一会儿，然后就在里面看到了一株奇特的花。娘亲，你快看，就是这株花，我之前经常有来这里玩的，不过都没有见到过这株花，但前天我来，它就在这里了，味道特别好闻，加上它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没舍得拔掉。那天开始，我就感觉毒发的时间长了起来。娘亲，怎么样了？这花该不会是什么迷人心智的花？娘亲这是被迷住了吧？没事，你别过来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原本芬芳香甜的花，在被大火焚烧之后，竟然散发出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。娘亲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！抱着宁许飞了出去。娘亲，那花真的有问题吗？当然了，最大的问题就在它。那种花叫隐花，大多数时候是用来观赏的，不过它有一个功能，花香可以把人体内的毒素引发出来。我听说西域的王宫里，这种花就种植在王身边，这样一来，王就可以随时知道自己有没有中毒。你也知道，身在高位的人总是很容易成为别人祸害的对象，所以他们种植这种花来保护王，相当于是个预警。那他岂不是也挺危险的？万一王中的毒非常的厉害，本来不怎么会发作的，突然被这花诱发治不好，那不是死定了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等下你父王回来找不到你该担心了。看来是有人想要宁许的命，也不知道这次动手的人是不是小时候想要宁许命的人。说是这次能顺着这花把罪魁祸首找出来，或许还可以找出来4年前的一些事情。你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阿雪的病情加重了？没事，就是一点小问题，我能治好。她的毒是被东西引发出来的，之前我虽然压制了，但没有根除，所以只要遇到这种刺激性的东西，他随时都有可能毒发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能治就好，需要什么我去找。你说的鹤顶红，我也派人去找了，只是暂时还没有消息而已。我已经让他们加快了速度，应该很快就有线索。先回房间吧，我再替阿雪压制一下，暂时先保住性命，剩下的慢慢来吧。娘亲，小哥哥怎么样了？他还有救吗？娘亲，你会救小哥哥的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他了，我想和他一起玩，一起长大，所以你肯定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进屋吧，娘亲要给小哥哥扎针了。那咱们快进屋，娘亲你下针的话，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。施针非常危险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这也是我之前没有给你施针的缘故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但是现在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，若是不施针，你必然活不过1个月。现在我把选择权交给你，你能不能忍受这份痛苦？他就是个孩子，会。娘亲，我想试试，我不怕痛苦的。这些年我什么样的痛苦都承受得过来，这次也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经历了这些折磨，只要你活下来了，你的人生就会是一帆风顺了，因为这辈子你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。
娘亲和小哥哥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们没事，就是太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，从来没有见过娘亲给谁治病这么费力过。但是我相信娘亲的医术，鬼手神医不是说说而已的，娘亲的医术超乎你的想象。那你娘亲在百草谷的时候，肯定救过很多人，对吧？对呀，外公就是娘亲救下的。我说你要是想追我娘亲的话，可得加把劲儿啦。我娘亲的美貌是天下第一，追求者很多的，她是带着我这么个拖油瓶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她的。不过我不喜欢她的那些追求者，那些人都是有目的的接近娘亲的。不过我很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做我的爹爹，所以你要加把劲儿，万一我娘亲被别人拐走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她这么好的人啦。好，我努力。王爷，找几个兄弟陪我出去一趟，起来吧，陪我去做点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了？宁眼进来时，就看到江翠婉一脸绝望地坐在地上。宁言，我的内力没有了。放心吧，可能是之前伤到了根源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的内力一定会回来的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就是有些饿，有些渴而已。好，那我去给你拿些吃的。然后青烟就进来服侍他。青烟还特意把宁眼带人去给宁云川揍了一顿的事情说给他听，他听了心情好多了。怎么不好好休息？你怎么跟来了？外面那么多眼线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放心，那些人不知道我过来，知道你不会好好休息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其实你主要是想过来问问阿雪的情况吧？那是其次，主要还是不放心你，想过来看看，有办法吗？查到了，想要恢复的话，需要迷幻草。好，你等我，我去给你找来。连迷幻草在哪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去找？就算去找，你也得带上我。迷幻草生长附近全是毒瘴，我不跟着去，你根本没办法靠近。你先把位置调查出来，我们一起去找。行，这件事交给我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只要能治好江穗婉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他也会想办法摘下来。阿许体内的毒是被隐花诱发的，在你们誉王府的冷宫处有一株隐花，刚好那个地方是阿许自己最爱去的。隐花是什么？你明白吧？看来有些人的手已经伸到了誉王府了，王府内已经不干净了。江百言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怎么对你自己的姐姐下这么狠的手？不是我做的，还说不是你？小月是在你院子中受的苦，隔着老远我就听到了她的惨叫声，你还说不是你做的？来人呐！老夫人，给我把这个恶毒的女人抓起来！是。江百言，你可知罪？百言何错之有？你放肆！你把小月的脸弄成了这个样子，还不知悔改，你敢说你没错？没有，她的脸不是我弄的。我江百言若是想要弄死她，轻而易举，没必要毁了她的脸。这么丑，路上遇上时只会吓到我。不过做这件事的人倒是干了一件合我心意的事情，至少看到江之月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很高兴。奶奶，你看看他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。我怎么说也是云王的妻子，他这么做明显是在挑战皇家威严。这件事传出去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么做是将军府教唆的，是大伯教唆的。江百言，做错了事就要承认，你自己乖乖认个错，领了罚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三叔公，百言没错，就不会认错。知月是在你院中受的伤，当时又只有你们主仆二人在，你说不是，难道还能是知月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？三叔公还真说对了，江知月去我院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至于是谁弄的，我不知道，不想知道。江百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是给小月道歉，还是吃些苦头？云王殿下到。云川，你终于来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云王殿下，这件事是江百言一人所为，和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，还请你不要怪罪于将军府。月儿，我看看，别怕，你知道本王为了月儿这张脸花费了多少心血吗？你竟然给她毁了，该死！江穗婉被打吐血了。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云川，你会不会下手太重了？不管怎么说，百言也是个女孩子，她怎么受得住你的一掌？虽然她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，但是我真的不想伤她的性命。月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人欺负。这件事交给本王，你不用管了。小青，把王妃带下去，找宫里的御医来给她治理。月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伤害过你的人。江百言，你想怎么死？堂堂云王殿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伤人，这倒是让我有些怀疑，云王妃的脸不会是你弄的，所以才故意推到我身上吧？云王殿下，众所周知，云王妃不孕不育，贵妃娘娘已经不满很久了，该不会是你也嫌弃了她，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舍弃她，所以就上演这么一出好戏，让我来替你背锅吧？若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江百言，你是本王见过最会能言善辩的人，不要把本王想得和你一样恶毒。
有没有孩子对本王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本王要的只有月儿。江百言，作为江家人，你应该清楚月儿的身份，随意伤害王妃，本王就是诛你9族也不为过。云王恕罪，没有管教好江百言是我们的失职，还请云王不要迁怒于将军府。云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给王妃一个交代的。老夫人请起，本王不是糊涂的人，知道这件事与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夫人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你们自己人处理家里事。老夫人松了一口气，狠狠地打了江穗婉一巴掌。姑娘，秦言不可胡来。可是咱们欺人太甚了，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却要怪罪到你的头上。一个下贱的奴婢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，好好记住了。主子说话的时候，你们这些做奴婢的是没有资格插嘴的。江百言，祸既然是你闯出来的，那自然是要你自己去解决。这样，只要你主动脱离江家，替小月把脸治好，并且永不回京都，我就去向云王殿下求情，饶你一命，如何？想屈打成招就直接说，没必要假惺惺的装好人。就算是你问我100遍，我也是一样的答案。江之月的脸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若是出手，他肯定不只是烂脸。4到临头还嘴硬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呐，家法伺候。江百言，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要不要去给小月道歉？百言无罪，何须道歉？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，给我打，打到他知错为止。那些家丁没有住手的意思，一棍接着一棍的打下来，并且还偷偷往上移动位置，直接打在了他的腰上。滚开！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我家姑娘没做这件事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直接打她，还往死里打她，你们究竟是什么居心？你们这些人，什么王爷，什么将军府的老夫人，都是一丘之貉，不过是觉得我家姑娘倒了你们的事，所以想找个理由杀了她而已，何必做这么多假惺惺的举动，让人不齿。姑娘，你别怕，秦言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今天他们对你屈打成招，明日秦言就去告御状。今天的这些人，秦言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秦言，别冲动，我没事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看你才放肆！就在老夫人准备连青烟一起惩罚的时候，一道中气十足、带着威严霸气的声音从祠堂外面响起。随后，一个高大威猛、身段伟岸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父亲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父亲了，他真的很想他。